砸穿地下18米钢筋混凝土，GBU-57巨型钻地弹究竟如何粉碎伊朗的核武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能打败美军的只有外星人。原因很简单，他对海陆空几乎拥有绝对的军事统治力。那么这时候就有人问了：我躲在地下，美军就打不到了吧？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很简单，只需要3个字母 MOP， 也就是大名鼎鼎的 GBU-57巨型钻地弹。就在最近，美伊联军对伊朗发动的实施愤怒空袭中，一张来自太空的卫星照片让整个国际军事圈倒吸了一口凉气。伊朗若是珍宝地下核设施，就疑似遭到了这款炸弹之祖的毁灭性点名。那么 GBU-57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怪物？伊朗为了防住它，到底做了哪些疯狂的加固？而美军又是如何利用这款造价高昂的重锤粉碎伊朗的核计划？要看懂这场矛与盾的巅峰对决，我们必须先了解一下 GBU-57究竟是个什么来头。早在2002年，美国空军就萌生了打造超级炸弹的想法。他们不仅想要炸弹之母那种横扫地面的威力，更想要一种能钻入地心、粉碎一切的巨无霸。于是 MOP 项目应运而生。GBU-57的体型大得令人发指，它的重量达到了恐怖的3万磅，也就是足足13.6吨。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把几辆重型卡车的重量压缩成一根巨大的钢铁长钉。它的性能直接碾压了之前美军最强的碉堡克星 GBU-28。据估计，它的爆炸当量是俄罗斯那颗著名的炸弹之父的近3倍。媒体因此敬畏地称它为炸弹之祖。这颗由波音公司操刀设计的怪兽拥有着极其变态的穿透力，在 GPS 的精准引导下，它的误差被死死控制在 1.2 米之内。凭借着自身巨大的动能和坚硬的弹体，它可以像切豆腐一样轻松打穿约18米厚的5000磅级钢筋混凝土。就算是遇到中等硬度的实心岩石，它也能生生钻进约12米深。如果这还不够，美军还有一招绝杀——串联引爆。他们可以指挥轰炸机将多枚 GBU-57顺着同一个弹坑排着队砸进去，第一枚炸开表层，第2枚继续深钻，第3枚在最深处起爆。这种接力开路的战术足以把任何地下堡垒炸成一个巨大的地下坟墓。了解了 GBU-57的威力，我们再来看看他最近在伊朗干了什么。随着美伊实施愤怒行动的持续，美国权威军事媒体战区公布了一组令人震惊的卫星照片，目标直指伊朗哈尔沁军事基地内那个与伊朗核计划深度绑定的塔莱汉2核设施。照片清晰地显示，在空袭过后，这座深埋地下的设施顶部赫然出现了3个巨大、深邃且排列整齐的装机孔。这绝对不是普通的精确制导炸弹能炸出来的东西。战区的分析师敏锐地指出，这3个巨大弹坑特征与去年6月美军午夜铁锤行动中攻击福尔多和纳坦兹核设施时留下的痕迹极其相似。而在那次行动中，美军使用的就是 GBU-57。为什么美军要动用这种级别的杀器？答案藏在伊朗的绝望防守里。其实，在这场空袭发生前的几个月里，伊朗人就已经嗅到了危险的气息。他们给塔莱汉2核设施疯狂地穿防弹衣。早在今年1月中旬，卫星就拍到伊朗给这座设施浇筑了一层极厚的全新混凝土外壳。到了空袭前几周，他们甚至还不放心，又在混凝土上面覆盖了一层厚厚的泥土层，试图用这种极限套娃的方式来抵御美军的钻地打击。伊朗人很清楚，相比于福尔多核设施那些暴露在外的通风井，塔莱汉2的入口虽然较浅，但它没有那种可以直接钻进山体内部的薄弱通道，想要摧毁它，只能从正上方硬刚。所以，面对伊朗这种不惜血本的加固，美军指挥官的评估很可能就是常规的掩体炸弹已经不够看了，必须请出重达13.6吨的 GBU-57，才能确保将这座高优先级的核设施彻底抹平。虽然美国中央司令部对是否使用了 GBU-57保持了意味深长的沉默，拒绝发表任何评论，但战场上的蛛丝马迹已经出卖了他们。要知道 GBU-57实在是太重太大了，目前美军现役的所有战斗机和常规轰炸机都拿它没办法。唯一获得作战许可能够携带这款巨型炸弹的，只有造价21亿美元的 B-2幽灵隐身战略轰炸机，每架 B-214可以在其2个巨大的弹舱内携带2枚 GBU-57。而巧合的是，自从这轮针对伊朗的冲突爆发当晚开始， B-2轰炸机就一直在伊朗的夜空中幽灵般的盘旋。中央司令部也曾证实， B-2曾齐射过2000磅级的掩体炸弹攻击深埋目标，这无疑为 GBU-57的登场提供了最合理的载体解释。值得玩味的是，这并不是塔莱汉2第一次挨炸。2024年和去年6月，以色列就曾对这里下过黑手。而这一次，在美军疑似 GBU-57的雷霆重锤之下，这座承载着伊朗核武梦的地下堡垒究竟是彻底沦为废墟，还是又能奇迹般的复活？一切仍有待后续的卫星图像来揭晓。好了，本期关于 GBU-57巨型钻地弹的深度解析就到这里。你认为美军真的使用了这种超级炸弹吗？伊朗的地下核设施还有生还的可能吗？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硬核观点。喜欢的话，请点赞关注。我们下期再见。